在拼劲中间。好了，接住了 ，KO， 这是完全是 KO， 直接 KO， 直接 KO。中国最恐怖的重炮手横空出世，直接将波球亲侄子一拳 KO， 在台下观战的波球气得头也不回离场。此人绝对是中国拳坛的重炮手，他凭借恐怖的催泪拳震惊拳迷。看他的比赛，你会欣赏到老外捂着肚子痛苦尖叫。他就是恐怖小胖魏宁辉，从小就练习中国武术八极拳，八极拳非常刚猛，杀气十足，与之交战的老外都没有好下场，这也让在国际擂台称霸已久。就算如此，依旧有人不服，他就是波球的亲侄子苏信。赛前波球也是对苏信寄予厚望，认为他可以接过自己的衣钵，成为下一个世界泰拳王。此战之前已经保持了9连胜的战绩，所以这一次想踩着魏宁辉鼎鼎王座，殊不知自己的下场会很惨。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魏宁辉如何暴揍嚣张的泰国选手。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比赛开始后，魏宁辉上来就是一记摆拳，苏信立即后撤躲开，魏宁辉并没有放过他，使出势大力沉低扫踢，瞬间将对手踢翻在地。起身后比赛继续，魏宁辉则是乘胜追击，低扫加重拳狂轰，完全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宁辉其实也有很多泰拳很好的一些成绩，所以他是完全可以跟泰拳选手对抗。所以就前面刚开局的前3板斧，现在实际说自己心上魏宁辉说，我今天就非常轻松赢你，刚能靠一种低扫啊，2次把对方给扫倒。此时的苏信被打得毫无招架，只能不停的搂抱防守。裁判见状上前拉开双方，魏宁辉调整过后又是低扫，苏信不服，同样用扫踢反击，魏宁辉彻底被激怒，抡拳左右摆拳狂轰脑袋，苏信被打得慌忙后撤。这个拳法也非常好，既可以打头也可以击服，能够击服的这个拳手其实拳法都是相当好。对，现在苏信慢慢的已经能够适应了这个魏宁辉的进攻的一种节奏了，慢慢已经这各种流派都以打败泰拳为荣。这时的苏信用连续的扫踢攻击，魏宁辉截住之后打出后手拳，没想到这家伙非常顽强，丝毫没有后退的意思，还用后手拳打反击，魏宁辉没办法，只能松开。快速连击，打得太松了点，我觉得。这个风向转了。这个放松是可以的，但是呢，太松懈是有问题的。这个您说这种比赛非常漂亮，这就有可能KO了。上裁判给他进图表。这个看到摇摇晃晃的苏信，泰国裁判也是无奈，只能终止比赛。魏宁辉不愧为重炮手，强势将嚣张的苏信 KO。在台下的波球看到这一幕，直接头也不回的走出赛场。正所谓天空必有雨，人狂必有祸。苏信也是为自己的嚣张付出了代价。魏宁辉好样的，为国争光。中国小伙率领团队前往亚美尼亚作战，却在客场遭遇老外恶意偷袭，一拳打中下巴 KO 倒地。没想到老外丝毫没有顾忌，快速逃离现场，结果赛事方早有准备，关闭大门把老外一顿暴揍，显得非常狼狈。不仅如此，另一位来华的老外更是嚣张，发布会看中国选手不顺眼，就趁机下前偷袭抱摔在地，直接将中国选手放倒在地，随后拿起话筒更是当众侮辱。中国选手太懦弱，根本没有实力。看到如此嚣张跋扈的美国选手，中国硬汉刘文博也是被激怒，直接掀桌子砸水瓶，直接冲上去想教训他。这个嚣张的美国选手名叫桑隆里奇，是美国的摔跤冠军，非常喜欢打架斗殴，也因此多次入狱。场下他放荡不羁，场上他凶狠无比，多次将对手的腿打断，但这次惹到了中国硬汉刘文博。刘文博作为我国的格斗悍将，曾击败过无数嚣张老外，还获得过武林传奇冠军腰带。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刘文博如何暴揍嚣张的美国选手。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比赛开始后，刘文博就非常的生气，直接冲上去追着对手打。美国选手丝毫不服，双方互相搂住，抡起拳头狂砸，谁先松开谁就是小狗，看得全城观众热血沸腾。He's gone at him really hard early. Reminiscent of a court. 在连续的重击下，桑隆里奇终于扛不住了，松开双手赶紧逃窜。刘文博并没有打算放过他，追上去继续狂轰重拳。But he might have gassed himself out in the first 20 seconds of the fight. Oh, this is maybe to come out hard.
Wimbo throwing some hard shots. Nice cover up there by Rick. 此时的桑农里奇毫无招架之力，被刘文博重拳打得狼狈逃窜，完全不敢正面硬刚。刘文博则是乘胜追击，将其控制在角落，结果美国选手突然下前抱摔，猝不及防的刘文博被带入地面，桑农里奇也是立即压制上去，抡起拳头狂砸刘文博脑袋。刘文博想奋力逃脱出来，奈何对手体重太大，无法挣脱。This is just like their press conference. He took him down. That's right. Wimbo, one thing about him, he's very strong and has already opened up a huge cut. Elbows coming down. This is close.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or not that cut is over. 在桑农里奇连续的重击下，刘文博被打得眉骨开裂，血流的根本持不住，但美国选手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不停地抡起重拳狂砸。刘文博被打得逐渐失去意识，台下的中国观众看到这一幕，也是大声为刘文博呐喊助威。刘文博在听到台下观众的欢呼声后，也是清醒过来，拼命抵抗。He needs to get his back off of the ground if he's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out from under here, though.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ut, David? In a bad position? Well, he is getting off his back. He's got his back on the cage now, which is better than his back on the wall, on the ground. But Shannon is looking to take the back at this point. Wimbo should keep his back on the cage. He does not. And Shannon. 此时刘文博抓住对手漏洞，突然强势翻身将老外压在身下，随后抡起拳头将刚刚挨到的重击还回去。美国选手瞬间被打得痛苦不堪。Man, he's starting to rain down the counter punishment on Shannon Rich. Shannon's taking some punishment. Where did this He's come not from? defending. Will he Where did this stand? come from? 看到毫无反抗的美国选手，吓得裁判立即终止了比赛，否则再晚1秒这家伙也就没命了。最终刘文博以绝对的实力，即使在落后的情况下，强势翻身反杀对手，打得美国选手毫无招架。刘文博全程暴揍嚣张家伙，刘文博好样的，为国争光。封闭为飞起来！这是一场经典的复仇大战，也是杨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场比赛。杨建平擂台毫不手软，直接将韩国选手当场手臂摔断。只因嚣张的韩国选手不遵守规则，擂台恶意掰断杨建平师弟严希波的手臂。获胜后的韩国选手并没有关心对手的伤势，反而在旁边嘚瑟的庆祝胜利。看到这一幕，在台下观战的杨建平也是看不下去，霸气的冲上台找他算账。然而韩国选手完全没有把杨建平放在眼里，更是当众肆意推搡。杨建平也是丝毫不惧，当即和对手签下生死挑战书，并赌上比赛的所有奖金，谁赢谁全部拿走。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杨建平如何暴揍嚣张的韩国选手。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比赛开始后，韩国选手主动上前压制，杨建平则是后撤时用扫踢反击。韩国选手丝毫不服，结果被杨建平重拳打得狼狈逃窜。杨建平并没有放过他，追上去又是一记侧踹击腹，韩国选手瞬间被打懵了，毫无招架之力。一上来就非常的这个激烈，对，打的金立硕的一个左眼有点闭上啊，因为有点被打到眼睛，带到地面。哦，此时在地面的金立硕牢牢锁住杨建平手臂，杨建平也是没有办法挣脱，于是将其拎了起来，重重的砸摔在地，随后又瞄准脑袋补了一拳，疼的韩国选手双手护头防守。杨建平想找机会砸击，奈何这家伙躺在地上耍气无赖，做一个防御，好，及时站起来，动作非常的快，双方回到了这个原点，是这一场是漂亮多了，好 ，overhand right， 这个杨好，双方回到站立后，杨建平继续猛冲猛打，韩国选手被打得毫无招架，只能狼狈的搂抱防守。杨建平则是挣脱出来后，金立硕丝毫不服，使出一记扫踢砍腿，不料被杨建平截住，顺势带入地面，抡起拳头狂砸脑袋，疼的韩国选手龇牙咧嘴。要出来，起来。我贴到了点啊，这个好，好，到侧位，哎呀，这个侧位上会转了，这个金立硕抓了这么多次，他很快又爬起来了，好，又脱身了，又脱身了，哦，这不知道第几次脱身了，这明显要有防守动作，因为裁判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打。此时比赛的铃声响起，裁判也是叫停了比赛。
双方打满了3个回合，杨建平凭借恐怖的实力，全程碾压暴揍韩国选手，给嚣张的韩国选手上了一课，让他知道嚣张是要付出代价。最终杨建平以点数优势获得比赛胜利。杨建平好样的，为国争光。